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最美丽的催眠治疗师 Jenny。那上一集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就是迷茫的因素啊。这一集的话，就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怎么样定义人生目标，怎么样去找到它，跟怎么样去实现它。这边的话，会先跟大家分享6个常见的就是关于人生目标的误点跟迷思。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人生只能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但其实这不是正确的观念。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人生目标，是很因人而异的，就是不用去想着我一定要找到那么一个，其实可以是很多个，然后他们都是有关联性的。第二点的话，就是有些人觉得，如果人生目标一旦定了，就不能做任何的改变。可是其实我们就是人是一直在成长的，我们是一直在经历不同的事情去学习，然后有新的经验跟想法的。有时候甚至于我们的价值观都会随着时间有一个改变。所以其实人生目标是会改变的，就是随着我们的需求啊，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或者是生活上有一些新的事情的发生跟转换，我们的目标都是会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不是去咬定说，我已经做了这个决定，我的人生目标是这样，我不会再变，而是允许自己去重新评估，就是自己要的方向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如果咬定了一个方向，然后没有去做任何的改变，这个过程其实是不会享受的，反而是痛苦的，这样就没有它的意义所在了。第三点的话，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人生目标一定要非常的伟大，就是它是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可是其实它是应该要根据自己个人的价值观跟需求来去笃定，而不是说一定要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样才可以算是人生目标。第四点的话，其实前面已经有提到，就是关于说错把别人的目标当成是自己的，就是看到别人在做什么，觉得那也是我的目标，可是其实他可能跟自己的价值观，跟自己底层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不相符的。第五点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把人生目标跟人生意义、人生价值划为一个等号，可是其实没有人生目标不代表说一个人的人生就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两件事情不是挂钩的。第六点的话呢，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我实现了人生目标，我才是幸福的，或者是我才是有价值。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因为不是拥有了这些东西你才能够幸福，幸福是一个选择，就是当下我如果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我就是幸福的，而不是我一定要达成或是做到某些事情我才是幸福。这个概念跟观念可能要再做其他的影片做一个延伸，但是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先把它打停止，它不是等同于彼此的。好，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定义什么是人生目标、人生方向。其实它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是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的信念跟我们自己的渴望里面去找出来说，我们到底想要达成什么，做到什么。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关于做的那件事情，而是做这些事情背后带给我们的那个感受，那个才是所谓的人生的目标跟人生的方向。所以很多时候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人生方向，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带给我们的那个感受，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会去做，然后反复的、持续的去做，往那个方向去前进。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用举例的方式会比较好理解。就以我自己来说好了，就是我透过观察说，我以前就是我找到 RTT 之前，就是其实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只要在那个过程中，我感受到说，我是在帮助某些人或者是某间公司达成一个目的的时候，达成一个任务，达成那个一个人想要的或是一间公司想要的东西，然后我有做到，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然后会很开心。那我就发现说，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透过自己的付出跟努力去帮助到别人，让别人得到他们要的那种性格。然后后来就是在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成长的课程，毕业之后可以回去当义工。当义工又发现说，对于看到人的成长的这部分，看到人有自己的个人的突破的部分，给我的成就感是最大的。然后就是我可以为了做这件事情，就是都不睡觉，我可以一天睡1-2个小时，然后连续好几天我都 OK。然后聊到这类型的话题，关于人生这些的，我就可以就是很晚睡觉，就一直讲、一直讨论、一直探讨这样。
所以后来我就知道说 OK 这是我的热忱。虽然我觉得我花很多时间找，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可能现在还在找，所以就是不要急，因为对我来说我找的时间我自己会觉得说是有快10年有才真的找到。当然，这个过程也是有非常多的转折。譬如说，我确定说，我想要朝自我成长，就是个人成长这方面去走。那时候也有跟别人谈过，就是要一起合作开课程啊，或者是有想过说 ，OK 要去当口译，就是这些课程有时候在台湾是那个外国导师，就讲英文的导师到台湾教的，就会需要有口译。我也去做过这个培训，那时候是做了半年，然后那半年是完全没有薪水的，就是完全就是去学，然后就是大概要1年2年，我忘记了，就是需要蛮长的时间才开始会有收入。那我也愿意，所以就是我知道是我的热忱，我用不同的方式去做。那反正后来的结果就是我去做那个培训口译，然后那间公司不幸的就是倒掉。倒掉之后，我又开始在找机会又谈了一个合作，又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之后，我就是落到应该说 land onto RTT 的这个技术，然后就开始用这个技术来做到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不是在于说我是透过哪个频道去做，或者是透过做什么，而是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背后可以达成我要的。如果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就是会比较好理解。那我知道身边有非常多不同的人，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关于，比如说比较家庭的。像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觉得说，如果他有一个家庭，他人生目标就是把老公照顾好，把小孩照顾好，就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很棒，然后会觉得自己非常优秀，然后会过得非常开心。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往这个方向前进。那也有那种就是他的专注就是在小孩身上，就觉得说 OK 我就是把小孩照顾好，而且我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把小孩照顾好，他就会很有成就感。所以不一定是事业上，也不一定说是像我这种就是想要帮助人，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部分。像有些人理发师好了，我有问过很多理发师，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当理发师？他们就说我就是很想要就是把大家弄得漂漂亮亮，他就会很开心。所以就是去找到那个自己喜欢的，就是你喜欢做哪些事情的时候获得的那个感受，然后再去找真的会带给你这些感受的那些方法。方法是有非常多种的，就是有不同的通道、不同的平台是可以让自己去做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想要有什么样的感受，什么事情对你来说你做的是开心，你会觉得很有价值的。那之前有人推荐过一本书叫 Purpose Driven Life， 它的中文是标杆人生。这本书我也是非常推荐，虽然说他写的是一个以基督教的角度来诠释关于人生目标、人生方向这件事情。那我自己是没有宗教信仰，就是我们家是佛教，可是我是觉得只要宗教就是劝人向善我都 OK 的那一种。那反正呢，就是我在读的时候，他如果讲神，我就把它改成就是我。因为我就觉得说 OK 是我在为我的人生负责，我在为我的人生做出选择，所以我就不会就是以说 OK 神这样子。但如果你是基督教，你当然可以就是很直接的读这本书。就有些人可能会比较不喜欢用宗教的方式去看待这个诠释的方式这样。那这本书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它就是讲了很多关于说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然后还有讲，其实很多时候每一个人就是会有自己擅长的事情，所以就是由自己擅长的那个事情下去找到自己的人生的目标方向跟做事情里面的那些含义跟意义，而不是说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去抄袭别人，去跟别人比较，然后一定要怎么样，是真的去找出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好，那接下来就是会问一些问题，是用来帮助大家去更认识自己，更了解自己，去厘清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然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在这边我可以先说，就是我之前听到一句话，对我来说到现在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是一位导师，然后他在一个工作坊，他就说，人生是关于成为的那个过程，就是我们其实都有自己理想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那这一生当中其实就是关于那个成为那个样子的那个过程。对，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时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启发跟放下，就是有时候很急着觉得一直都还没成为那样的人，然后就会一直很用力的在追，后来就是慢慢的学会了去享受成为的这个过程。
所以为什么自己的工作室跟我的平台我都取叫 Becoming You Studio，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成为自己的、打造自己的过程跟一个空间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问，就是鼓励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暂停，花时间跟自己相处，去认识自己，去自我探索。那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我喜欢做什么？这个问题的话听起来很简单，可是要问到它最底层的东西，譬如说，我喜欢把工作做好。我喜欢把工作做好，是因为把它做好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那原来我做事情，我想要感受到的是我有价值。那我喜欢做的哪些类型的事情会给我这个有价值的感受？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个有价值的感受特别强烈，就是可以一个一个再这样子更细的去问自己。好，那第二个问题是我擅长做什么？因为有些事情其实也许我们喜欢做，可是我们其实不擅长。就好像其实我很喜欢运动，可是我不擅长运动，所以就算我再怎么样去喜欢运动，我都不会往运动的这个方向去作为我自己比如说生活中谋生的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选择。那透过就是观察自己的过程，我会发现说，其实我是一个很擅长听别人讲话，然后听到他们的底层的需求是什么的人，所以我就会发现我很适合去做就是跟人家聊天，然后讲话就可以赚钱的工作，所以这就是我现在选择的道路。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我的价值观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赚钱的方式真的是百百种，就是你杀人放火也可以赚钱。那你去抢劫也可以赚钱，你去做很多就是违反道德的事情，都是可以赚到钱。但是它符不符合你的价值观？你愿意这么做吗？你想这么做吗？像我自己之前就是有做过一段时间的直播，在那个浪的平台上面，我那时候是想要透过做直播，就是有观众，然后可以去宣导我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讲一些人生哲学啊，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好这些。可是那时候我发现，其实浪的这个平台不太适合，它里面更多的，就是另外一个环境啦。那我发现说，就是在那个平台是我可以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可是更多时候，如果我是以赚钱为目标的话，在上面要赚钱，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用一些操作的手法是很容易赚到钱。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很熟悉直播平台这些，应该会了解我在说什么。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有选择，就是自己要去怎么样赚钱，一定要是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方式。所以平常在自己的生活上就要常常去想，我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做什么事情我会觉得 OK， 就是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做什么事情我会非常的不喜欢，非常的觉得就是这不是我不想这样做。就是要很了解说自己的底线，然后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因为唯一只有当一个人就是做的事情都是符合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他是会一致的，就是你的言行、你的身心全部都会是一致，然后那个时候的自己的状态会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可以问自己说，什么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它其实会跟随一个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面临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化。像我自己还是单身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OK 我的事业，然后就是把很多事情想做的事情做完。那我现在如果有伴侣的话，我就会觉得说 OK 我要就是考量到两个人，考量到更多的东西，不会是我的事业是优先，就是会有很多的变化，所以也要问自己，对于你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有可能是家人，有可能是事业，有可能是朋友，有可能是健康，可以是任何就是属于你的那个东西。还有可以问自己的就是我在生活中想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当别人和我接触的时候，我想要带给他们一些什么？对于我自己而言的话，就是我想要跟任何人接触到的时候，都是带给他们一种快乐，或者是有种激励他们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如果很多人跟我聊天，通常我都是用那种很啦啦队的角色，就是我觉得你做的很棒，我觉得你做的真好，你好厉害哦，你一定可以的，你这么付出，你这么用心，就是我会一直给予这种加油打气的沟通，就是我想要带给他们，就是相信自己的感受啊，然后觉得自己其实很棒的那个感受。下一个问题的话是什么让我感到快乐和满足？我觉得这个问题它指的更多是
真的实际的那个快乐跟满足，而不是像那种我今天吃大餐，然后我觉得很快乐，或者是我今天买了新衣服我很快乐，是那种就是你发自内心觉得说哇，我真的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好快乐，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满足知足的那一种。以我自己作为例子的话，就是当我觉得自己有成长、有学习到东西，或者是当我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帮助到一个人，我就会非常的快乐跟满足。就是比如说我煮饭，我煮了一个我没有煮过的东西，然后蛮好吃，我也会觉得很快乐、很满足。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那个点，像有些人，比如说男生可能是组装一个模型，他就会觉得很快乐、很有成就感。那有些人可能比如说种菜其实很难，然后如果种菜是种成功，也会觉得很快乐、很满足，所以要找到自己的那一个点。我想要讲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刚刚举例说煮饭有学习有成长，就会很快乐，所以就变成说我在生活中做的事情对我来说一定要是有成长有学习的，所以我会特别不喜欢那种就是一直重复性很高，然后很无聊的东西，我就知道说可以那种事情不适合我，然后就会去找那种可以一直有创意，然后一直做一些新的不同的东西的类型的事情来做。那我知道有很多人其实跟我是相反，就是他很喜欢做重复性的东西，然后很简单的东西，然后就是不要太容易需要创意的东西，他就会觉得很安心，然后做起来会非常的上手，然后也会觉得很有自信，然后所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下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我有什么样的技能和知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经历背景都不同，所以懂的东西、会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那就是要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懂什么、会什么、擅长什么，或者是你真的很想要就是学新的技能，然后往新的方向前进，那你需要具备哪些东西？那当然，技能就是有分硬技能跟软技能。那对于我来说，我比较注重在软技能的部分，因为我觉得硬技能都是可以学习，那软技能有时候是与生俱来，或者是成长背景中就已经就是有一直在重复练习的。像我是善于沟通嘛，然后我善于跟人就是接触啊，去了解对方在想什么，然后想要达成什么。那也有很多其他的软技能，硬技能都是后天可以学习。当然，现在就是如果说出社会，有很多的工作其实是需要硬技能的，就是自己可以去写出一个清单，然后去想 ，OK， 我有这些东西，那我可以做什么？我适合做什么？那我的人生方向如果要往这个方向前进，这些技能符合吗？可以做得到吗？可以支持我到那里吗？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自己，就是我有什么是可以贡献、可以做得好的？就是可能在自己的家庭啊，然后在自己的公司、朋友圈里面，可以去看，平常我在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什么事情是我在为他人付出，然后我是做得很好。像有些人可能就是顾细节，有些人可能是比如说做规划、统整，有些人可能是去做外面的接洽，比如说就是团体活动要做些什么事情，他都是负责跟外面做接洽，去敲定事情的。就是每个人擅长的事情不一样，可以透过自己在一个环境、一个团体的时候，擅长做的事情，然后做得好的事情去做一个观察。还有一个最常会被问的就是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你喜欢做什么？那其实也可以问自己说，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的体验跟感受是怎么样的？像也许你的兴趣爱好，你做起来就是会觉得是有挑战的，可是还是很喜欢，或者是真的非常简单，就是连花心思都不用，就是可以去观察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在想些什么，感受是什么，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为什么这样。那这些问题的核心，其实最后都是回到关于说，我想要获得到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就是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带给我自己个人而言的那个感受、那个意义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地方。最后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有帮助的问题，就是我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类似说，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想要在其他人的心里，或者是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留下来些什么？其他人会怎么样记得你？他们会记得你是一个，比如说很有爱的人，帮助过自己的人，或者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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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被怎么样记得？这个问题就可以变成说，你最终想要达到的那个终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做很多的规划去达到。
我又想到一个问题，这是我自己最喜欢问身边的朋友的，或者是在做疗程的时候一定会问客户的，就是你理想中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就当然很多人就说，我想要自己很有钱，我想要自己干嘛干嘛干嘛。那如果是这样也 OK， 就会去问说 OK， 那你在这个样子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你很有钱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事情？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就是可以从一个理想中的样子，一直在继续挖，继续挖，去挖到说 OK， 你真正想要一直在你的人生里面创造出来和获得到的那个感受是。然后你就可以去分析说，可以做什么事情带给你这些感受，那你就是可以做这些事，然后朝这个方向去前进。那当然就是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影片啊，或者是书籍都会推荐不同的方式。其实我想要说的是，就是最终的那个核心还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想要获得跟创造的感受是什么？为自己创造的感受是什么？朝这个方向前进，其实会我觉得会容易许多。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就是假设说你现在在人生不同的阶段觉得迷茫，然后你已经回答了刚才这些问题，你都写出来，然后你也就是对自己有一些新的发现，有一些了解，然后有一些目标方向，然后你想要做统整，或者是你想要有人帮你规划，可是你不知道找谁。我们现在有 AI 可以问，就是真的有很多人把 AI 是当成自己的咨询的对象，然后去问这些问题，获得到一个新的见解，是比较中立的，就是没有太多个人偏见的那种，然后是中立的去给你一个分析，说，如果你说你喜欢做这些，擅长做这些，那你可能适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会再给自己很多的新的启发，就是可以好好的运用这些资源，运用 AI， 然后就是帮自己获得到更多的资讯，可以去做一个选择，找到一些方向。如果说要推荐的话，我觉得那个派 AI 就是 PI 的这个 AI， 它以前是只有建在 WhatsApp， 最近这几天它好像在改，就是要改成网页版的。它那个 AI 的话，它是用了很多那种人生教练的 life coach， 就是很多的教练技术在那个问答里面，所以你在问他东西的时候，其实他会用很多就是人生指导、人生导师的那种口吻啊，跟一些见解来回答你，可以试试看。他现在应该还在做很多的更改，因为我前天想要用的时候，它是不能使用，所以可以再等一下，看它会不会修好这样。那如果没有用派的话，就是可以用 ChatGPT， 其实 ChatGPT 也是在这方面，我觉得也会给予蛮多蛮有意思的一些见解的。那其实就是做完这一系列的自我探讨、自我评估，应该会有一些方向慢慢出来。那就是从自己觉得最具有意义，然后觉得最重要的，开始去着手去尝试。就是有方向就去前进，有方向就去尝试，就不用害怕说如果失败怎么办，如果做不好怎么办，一定都是要去做过才会知道，才会理清，才会确认。就是我之前很小的时候看那个商业周刊的时候，我也是记得有一篇文章非常的让我就是有被激励到，他就是说台湾那个就是在做那个以前在做101烟火的那个人，他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好像到快要40岁的时候，他才就是发现说做烟火是他人生的快乐，所以他之前也是试了好多年，一直在找适合自己的东西，最后他竟然落在做烟火，谁会预想得到，对吧？然后像那个肯德基爷爷，我们都知道他是60几岁的时候才成功的，所以大家就是要勇敢的去朝自己心引领自己的方向去前进。OK， 影片的时间又被我拖太长，我赶快做一个总结，就是透过去了解自己，然后找到一些方向，然后找到方向的时候，以最重要、最具有意义的那几个先开始去尝试，然后在尝试的过程又更认识自己了，然后再去厘清，再去调整，就是一个一直去 try， 一个去尝试，然后去调整，然后找到最终自己完全就是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完全符合自己的那一个人生方向跟目标。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下一集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就是如何实现人生目标这个部分，就是当你做了很多的厘清，你找到方向的时候，你接下来可以怎么做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下期再见咯。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厘清的，或者是想要我分享的，都可以再告诉我。那就祝你们玩得愉快咯，拜拜。